英超好奇地搓着南云的欧派，明明14年前还是平的，吃什么长这么大？说到14年前，英超又问波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他和南云玩耍的时候，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小女孩，南云都觉得怪他太愚蠢，不该仅出于好奇就和他接触。龙之介被杀害的时候，波道排出身体的数据就是英超，英超很害怕自己也会变得和波道一样疯狂。南云让他放心，到时候他会亲自动手杀了英超。影灵找到小林，见本体对自己这么冷淡也不沮丧，毕竟他最讨厌他自己了。矮鼻梁、短手指、体毛都还爱出汗，正好和姐姐相反，不止外表，成绩和性格也是一样，他才像是姐姐的影子。影灵问他究竟要忍到什么时候，至少应该把他的想法告诉沈平吧。如果小林说不出口，那就由他去说。林新医生在小窗看了他母亲的骨灰，13年时死于心脏衰竭，当时说找到了心脏捐献者是骗人的，手术那天真正的母亲就已经死了。林新家在过去的300年间一直和影子有往来，这秘密自然需要有人传承。林新医生的父亲没有告诉其他兄弟，只告诉了他。小窗太过重视生命，这种事告诉他绝对接受不了，所以他才选择朱露子。沈平觉得林新医生没有多大错，只是为了挽救真实的人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如果在相同的情况下，他也没有信心不做同样的事情。就算变成影子，小超仍旧是小超。朱露子问他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，经历了很多次循环，他的意识是连续的，太久没有休息，让沈平黑眼圈都熬出来了。朱露子推着沈平去休息，大家都在，今晚就睡个好觉吧。半夜赶紧偷偷起身离开，结果正撞见尹超，一个人行动太危险，跟紧说自己要回家一趟。尹超就自告奋勇跟人一起去，跟进让尹超在外面等他，但尹超听都没听就推门而入。他察觉到这里有影子的气息，跟进淡定的让他不用担心，他已经动不了了，因为被困在这里的是他妻子的影子。2个月前，妻子一个人去田里，回来之后就变成了影子。当时影子想复制他，但他已经有了免疫力。影子双眼发红，突然开始发狂，应该是接收到波导发出的信号。跟进毫不犹豫端起枪，并拒绝了尹超能将妻子变正常的提议。这里的情况和林星家不同，影子是杀害他的妻子后才变成他的样子的，是他的仇人。他过去虽然嘴上说着要驱除影子，却没能对最大的敌人下手。他拜托尹超回避一下，让他了解一切吧。尹超含泪离开，随后房间里传来一声枪响，长夜迎来了天明。沈平醒来后发现时间的界限延长了，这代表他能循环的次数增加了，但是眼球深处的疼痛没有减轻，头痛也增加了。所有人平安无事的迎来3号的清晨。23号是捕猎的日子，他要尽可能的削弱影子一方的战斗力，为明天的决战做准备。开始的目标是南云在葬礼上发现的影子，他们兵分2路进行。在此之前，沈平和小林回了趟家，艾伦正在做开业准备，他们本来都做好了挨骂的准备，但艾伦只是温柔的说了句欢迎回家，将在小周家指使了2个影子送回朱六子身边。2个小林和小窗都留在小周家，小林把家里小超留下的头发都收集起来给了尹超，虽然不多，但其中包含了本体的数据。尹超被削掉的头发堂堂复活。临走前，小林鼓起勇气叫住沈平，之后他有话和沈平说，千万不要饲养。沈平和尹超来到人云家，可惜这一家已经全灭了。当时南云葬礼上发现的影子是学校的老师阿渊，他们都上过阿渊的课，是个非常温柔的老师。之后他们追着影子的气息找到了鹰巢山森林深处，影子阿渊正在对3个孩子下手，眼这个沈平及时赶到救下孩子，叮嘱他们这是影子之间的秘密作战，不能告诉大人。沈平被尹超放在树上下不来，还被孩子们嘲笑妻管严。真正的阿渊已经被杀害的是沈平没能说出口。尹超注意到地上有滴落的新鲜血迹，他扫描了一下，发现是一个已经死亡的外地游客，地上没有污渍，说明人是被搬走了。波道为了治疗之前的伤，吃的人比平时更多了。尹超的眼睛突然变成红色，并自言自语起来，其他的人吃再多都无法恢复，因为他的本体已经不在这世上了。说完之后，他又突然回神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。南云打了电话，按照计划，他们先会合一次，分享2边的情况。南云那边负责调查的家里只发现了人性的污渍，并没有找到影子。之后他们又调查了在体育馆内消灭的影子的家，发现全部只剩了空壳，而且他们都和邻居提过旅行或者出差，以此为由消失不见。为了在被他们消灭之后不引起骚乱，都提前做好了准备，一切都是为了明天的夏日祭能够顺利举行。可能是害怕朝的篡改能力，对方并没有主动出击。四手和波道最害怕的应该就是夏日祭取消，为此沈平去见了1周末时就想见的那个人，这一届的起点偃期神官。1732年时值享保大饥荒，日多岛接连出现饿死之人，生死存亡之际，巨大的鲸鱼飘至万年青海滩，岛民们以鲸鱼为神明的恩惠，为食物聚集而来。以渔民的女儿靠近鲸鱼时，鲸鱼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瞬间化到小女孩的模样，然后并将女孩吞下。岛民害怕灾厄显现，并将女孩作为人参之神供奉起来，这就是日多岛上流行的质子神传说。沈平带着小巢去见了偃切神官，这里并没有影子的气息，说明偃切并不是影子，但沈平并没有放松警惕。偃切给沈平倒了大麦茶，随口聊起了自己喜欢的游戏。沈平问偃切有没有看过《找男》这本小说。某一天，主人公的复制品突然出现，顶替主人公过去了主人公的生活，复制体完美复制主人公的记忆、人格还有 DNA。这种情况下，可以说复制体和本体是同一个人吗？偃切认为应该算同一个人。人体时刻都会进行新陈代谢，细胞不断的更新、分裂、复制，区别也只在于瞬间还是缓慢的进行复制。问沈平一直在思考这种事吗？他昨天还不问了关于影子病的事。沈平说他调查了质子神的传说，本打算用偃切的，不过南云仔细说给他听了。大约300多年前，江户时代漂流在这座岛上的质子神，在更早的时间可能来自他们的世界之外，或许是漂泊在宇宙中的生命体，复制并化身成附
近的生物，以此来获取信息为营养。不过在太空中能化身的生物有限，只有他以陨石的形态降落地球，落入大海后复制了不少东西。300年前，他化身鲸鱼搁浅的岛上，复制了前来观看鲸鱼渔民的女儿。这就是影子病的起始。影子病是真实存在的，杀害了小潮，杀害了他的父母，明天还要杀死所有聚集在神社院内的人。燕切听完后突然笑了，觉得盛平是小时候看的太多精神错乱。盛平也掏出2张照片扔给燕切，他说这一切燕切应该很清楚，因为他曾经亲眼见证了那一切，不是吗？照片上正是70年前燕切和林行医生祖父的合照，而他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。燕切真杀人，或者应该叫他菱形指锤燕。盛平掏枪对准燕切，你就是四手对吧？燕切刚想开口，盛平2枪钉在他脚下，敢随便乱动的话就直接开枪杀了他。盛平让燕切去看另一张照片，这是40年前林行医生的父亲拍下的，他不是影子，但也不是单纯的人类，而是波道与他自己生下的孩子。第5周末时，男人就推测出了四手的真面目是燕切。如果智的神是影子的母亲，那么供奉智的神的日都神社就非常的可疑，更别提身为神官的燕切了。四手为什么要隐藏容貌？如果他是影子，随便变成别人的样子就好了。只有可能四手的本体是人类，因而没有复制别人的能力。如果四手是身穿黑泥铠甲的人类，需要隐藏容貌，说明不想让别人看见，也就是那家伙是他们的熟人。6周末小枣穿插突袭失败后，攻下了影超记的南云更加确认四手就是燕切，因为不管是四手还是燕切，他从一开始就生理上无法忍受容貌可以用盔甲隐藏，但是人性不行。但当时的燕切应该在葬礼现场，难道说那个人才是由影子构成的吗？既然四手体内是人，杀他就不是难事。南云提议装作不知情的前往神社，趁闲来的时候不注意给他一枪，但这毕竟是杀人。盛平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决定性的证据，将对方逼到绝境，说不定有谈一谈的机会。7周末，林行医生祷告后递给盛平这张照片，燕切本名就叫做菱形指锤燕。林行家自古以来负责岛上的祭祀活动，江户时代时，指锤燕的父亲可是行医，林行和燕切本是一家，燕切是从林行家分出的一支。300年前，波道被供奉为质子神，其后指锤燕与神明媾和诞下一子，并非从平面扫描所诞生的影子，而是3维的波道通过肉体生下的孩子。指锤燕从此自称神明之父，并开始使用波道的姓氏燕切。指锤燕还有个哥哥，波道称禅林行家就分家了，之后由燕切家供奉神明，林行家传承医院。也就是说，自首这个林行家有着血缘关系的远房亲戚。那个孩子长大后变得和指锤燕一模一样，波道生下的孩子就是本体的克隆体。从这里开始，看到这一切的指锤燕生出了某种欲望，他让波道复制自己的人格和记忆移植到克隆体上，借此实现返老还童。林行的父亲负责接生，照片也是那时候拍的，这就是现在四手的肉体。四手重复这一秘术，让波道不断的生下自己，从300年前就这样一直活到了今天。他是人和影子的杂交，燕切见此也不装了。他40岁那年发生了襁褓大饥荒，收成很不好，出去捕鱼的人大都死了，大家都没有鱼吃。这时候波道出现了，这座岛上对于漂流而来的东西，大家都相信有神明寄宿，波道简直就像是神明的本身。他将几百个岛民变成影子，影子的话，哪怕不是渔民也能捕到鱼，也能拯救饥饿的岛民。燕切还觉得日多岛能用今天多亏了他。藏在手表里的影朝气得对燕切大吼，他居然认为自己的做法很正确。燕切杀害盛平的父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质子洞，想要公诸于世，一对愚蠢的夫妇。不过波道吃得很美味。燕切一脸滑稽地反问盛平，还是说把他们变成影子，盛平会高兴一些。盛平咬牙控制着自己不要扣下扳机。他问燕切为什么要保护波道，波道想要回到故乡，他是无法同行的。他让燕切叫住波道，他们之间就此了解。燕切丝毫不为所动，尽管给盛平拿枪指着也非常淡定。影超催促盛平扣动扳机，周围并没有影子的气息，但盛平所说的哪里不对劲？四叔的本体应该在体育馆被烧伤了，但燕切的手上没有任何痕迹。再也无法忍受的影超冲过来切开了燕切的大脑，维持那副滑稽的表情。燕切丝毫没有反抗的倒在地上死了，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？而就在影超拿过盛平的手机，通知大家自己杀死四手时，另一个燕切手持剃刀，悄无声息地从屋内走出，一刀刺入了影超的影子。看着影超在眼前消失，盛平崩溃地对着燕切连开几枪，子弹却又包裹住燕切的影子拦下，燕切变身四手，一刀贯穿他的身体。听到枪之后，埋伏在神社周围的同伴立刻冲入屋内，可惜为时已晚。四手嘲讽地问盛平，是不是有种在最终 BOSS 前丢失存档的感觉？影超已经死了，一群小孩不会还以为能改变他的终局吧？只有绝望和后悔会随着他进入循环。走好不送，盛平再次醒来，他回到了救下3个孩子的鹰巢山，影超就没有出现在身边。盛平坐在地上崩溃痛哭，右眼流出了血泪。小超这下是彻底离他而去了。